大家好，我是机电匠。本期视频我们仍然继续组装章鱼套件。经过2期视频的组装，我们现在已经对电源部分、本阵部分还有接收部分完成了它的安装。那么我们所剩下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电路和元件需要组装，已经剩不了多少。我们装好以后呢，仍然使用假负载，然后呢，让它进入一个微功率发射的情况，然后用收音机的单面带模式，我们来做一下接收测试。由于元件不多，我们就组装吧。现在我们已经把发射部分装好了，到目前为止，所有的电路部分都已经安装完了。可能有朋友发现，这个部分是空着的，没有安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套件据这个说明书上面说，它有一个功能，就是说这里是一个 WiFi 模块，然后可以和手机相连，然后做一个自动开发。那么我们呢，这个朋友寄过来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东西，那我们装的时候呢就不需要装它。这个按键我也没有装。现在目前的状态是可以手动发送和手动接收。我们现在呢给它已经通上了电。这里我们做的是假负载。为了避免对外界有干扰，我们直接就是用一个假负载，不装天线，然后用示波器来查看它的这个发射信号。我们接下来呢，对它的发射和接收做一个测试。现在电路和仪器都已经连接好了，电键呢是这个插座，我已经插好了。那么当我按下电键的时候，发射机将会发送一个等幅电报的7023的载波。我们可以从示波器上看到它的峰值，也就是这个参数。然后右边的电流表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工作电流。我们先看一看它的峰值是多少。峰值有29伏左右。从电流表我们可以看到发射电流在800毫安左右，符合说明书的预期。现在我们打开收音机，收音机的频率设定在7023。当我们调节这个拍频旋钮的时候呢，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不会对它产生任何影响，但是从目前看有那么一点点影响。我不知道是电路工作有一小点不是很正常，还是说可能安装的时候有一些失误，有一些小小的错误没有被发现。我们先暂时不管，我们先来验证一下。我们要想听到这个1K 左右的音频的话，我们需要在接收频率和
发射的频率有1K 的差距，我们就可以听到1K 的音频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声音不是很对，我们把收音机的频率调到7024，用下边带的形式来接收。现在这样接收就已经很正常了。如果说它配上一副天线，然后你再有操作证的话，就可以试一下远程的 CW 通联。我们把收音机关掉了，再测一下它的接收，还是用这个小喇叭，然后我们接上音频耳机插座。靠近话筒呢，应该能听到小小的沙沙声。然后我们还是用这个仪器发生一个7023的载波信号。7023。把这个载波信号注入到天线口，为什么我没有靠近的时候也能听到这个音频的声音呢？那是因为在弱信号的时候，实际上它也能接收，只是声音比较小。因为我们这个信号是持续的，所以说体现出来就是一个音量的变化。当我靠得特别近的时候，音量就会突然间增得很大。好，我现在关掉仪器。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这个章鱼套件就已经制作完毕了。虽然说它没有安装这个 WiFi 模块，但是是可以完成发射和接收的。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呢，没有特别的一些，就是说特别需要注意的，都是按照说明书把元件安装到指定的位置。然后只要注意参数不要出错，然后扰至这个变压器还有这2个电杆的时候呢，只要仔细一点，按照说明书做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如果说你也喜欢这个等幅电报的话，也可以自己去购买这个套件，然后自己来组装一下，这也是一种乐趣。本次对章鱼套件的组装就全部完毕了，我们其他视频再见。